2024年5月初，我们终于把前院的这棵科罗拉多蓝杉给砍掉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北美砍一棵大树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很多地区它都需要就砍树的人申请一个许可证。从2023年开始计划砍树起，我就做了很多的研究，也见了几个砍树公司的代表，了解了一下他们所能提供的一些服务最后决定就是说申请许可证这方面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关文书工作吧，还是应该自己进行。因为自己弄的话，不但可以节省很多钱，还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弄完，我算了一下，大约通过自己弄这些文书方面的工作，节省了大约有那么2-3千块钱，起码是。最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在问，这砍树的这个价位是怎么样，以及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就是我应该把这段经历给整理出来。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因为这里头的其实灰色地带还是挺多的，用句俗话来说，就是还是挺多坑的。一旦决定要砍树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上您所在城市的那个政府网站看一看，因为城市都是不同的，有的城市呢，它是允许一个家庭在1年之内砍不超过一定数量的树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恭喜你了，你就不需要为许可证而烦心了。另外就是大部分政府应该都是只是说规定大树才需要许可证，小树是一般是不管的。那你就看一下你们政府规定的那个大树直径的要求是多少然后你就量一下你自己家里需要砍的那棵树的直径，如果那直径不超过政府的标准的话，那么也恭喜你了，你就不需要为许可证而烦心了。在这2种情况下，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尽快安排砍，因为城市的它的法规它是经常会变换的。比如说在我这个所居住的城市密西沙加市，它这个关于砍树申请许可证的规定是2022年4月出台的。以至于2023年，在我询问一些砍树公司的时候，有的砍树公司他还振振有词的说，你们密西沙加市是不需要许可证的呀，说自己公司在前段时间刚砍了一些树，然后完了也没有许可证，也没事。我估计他们就是在这个法规方面就是落后了，就没有了解到这最新的法规，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当中就违法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政府发现的话呢，就是屋主肯定是最容易被追责的那一方，因为房子在那儿嘛，对吧？而且他这个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如果政府发现，他马上会出一个责改的法令，然后加以500块钱到10万块钱不等的罚金。如果你不马上执行那个法令，他那个责罚的法令有可能就是说让你停止砍树，或者是马上把他所规定的一些树栽回去。如果你不栽的话，就他每天会罚500至1万块钱的罚金。那么许可证申请的第一步就是要看看它这个法规是怎么规定的，它这个法规的编号是00212022，咱们就直接去到第14条有关这个树木砍伐许可证申请的规定。第14条第1点就规定了要填一张表，这个表是2205表，我等会儿会详细说明哈。第2条就是要提供一张示意图，就是标明这个要砍伐的树是在哪个位置，相对于它其他要保留的树在什么位置。第3个就是要交费用，这些里面其实都是一些灰色地带，我等会儿会详细说明这个费用是怎么可以免除的第4条就是说要提供一个树木专家的报告，除非这个树是死了或者是要死了。第5条就是说，如果这个树是在和邻居的交界地区的话，是需要邻居的同意的。第6条和咱们没关系，他说就是说，如果是砍树公司的话，是需要征得这个房主的同意。那然后咱们现在就一条条过哈，然后第1条就是他需要提供一个表格嘛，那个表格就是2205表，这个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是这样子的。然后第1页的话，它就是
要求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姓名啊、电话，然后地址之类的。然后你看到它那个这个表第一页的上面，它注解那一部分，它就有的地方你就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就是很容易发生误会。比如说它上面写着就是需要提供一个树木专家的报告嘛，但是其实是我们刚才也看了那个 by law 了，它就是说如果这个树是死的或者是要死了，就是其实不需要这个 arborist report 的。另外就是第一页上面右侧它也规定了要交费用，但是它也说了是 as per number 6。然后完了嘛，我翻到第二页看，就是它第6条，它说 fee requirement 交费用那一条吧，它下面其实有2行字写着，就是说如果树是死了的，或者是将死的，或者是有危害的，是不需要提供费用的。所以你把这张表格的具体说明和它那个 by law 结合起来看的话，如果这个树是死树，或者是将要死的，或者是生病生得很厉害的，应该是这个整个申请过程不需要你出1分钱的，而且实际上我也没有出1分钱就申请到了。关于死树、将要死的树或者是构成危害的树木，砍伐申请许可证不需要交费这一点，政府的网站也有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但是关键是你在申请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一点说到，否则的话，就是有可能他是处理的人员，他不看清楚的话，就光凭你就说没有交费用这一点，他都可以把你这个退回来。所砍的树如果是健康的树的话，不但在申请的时候是需要交申请费的，另外他就算是允许你砍了，然后完了也会要求你再栽一棵替代的树 replacement tree， 而且会要求你这个树一定要成活，它是会派人来检查的，1年之后、2年之后，这个树不成活的话，你还要重新栽。这种情况下，你还得交一个保证金，保证你在砍了旧的树之后会栽一棵新的树。这个保证金呢，在那个新的树成活之后，它会退回给你。至于这个金额是多少，我记得是2023年底我在准备的时候找到一个信息，说是大约是在500块钱一棵树现在我又为了做这个视频，我又再找了一下，没找到具体的数额，但是找到这么个信息，就是说这个金额是由政府决定的。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的话，你也可选择就是交罚金，让他们在另外的地方、公共的地方帮您栽一棵替代的树。但是如果你砍的树是死树、将要死的树，或者是构成危害的树的话，这个关于在替代树的这个规定就不适用了。所以就是说要分清您砍的树这个是健康树还是死树或将死的树，或者是构成危害的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砍的这棵树已经死透了，就说枝干全已经枯了，根本没有叶子的，那应该就是比较好证明的，您就只需要拍张照片附在您的材料上就行了。那什么是将死的树或者是构成危害的树呢？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的，我会在下期视频当中详细解答。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临走别忘了点赞哦，谢谢，拜拜。